有高人预测啊，2024年呢，我们的社会呢将会发生7大的社会现象。关键呢，这7大社会现象呢，跟我们老百姓、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呢，那都是息息相关的。然后呢，我们一定要早了解、早准备、早受益。对幸福生活比较重视的朋友，也可以先给这个视频呢点点关注、点点赞。您的支持呢，就是我更新最大的一个动力。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言归正传，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2024年即将出现的这7大社会现象啊。首先呢，第一点就是新冠肺炎呢已经成为了一个过去式。虽然说3年的时间嘛，我们都被新冠折磨的给不行了，但是呢，好像是自从放开之后呢，很少有人再会提起这个新冠肺炎了，也很少有人再会对它感兴趣了啊。但是呢，到2023年的年末，包括就现在的11月份、12月份，包括2024年啊，大家会看到了，包括在街头，包括在公交车，包括在公共场所、商场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呢又重新戴起了这个口罩啊。这个呢不戴呢是让大家还是有点不放心的，包括最近又出现了个什么支原体那个肺炎了，或者是什么病毒什么的，戴上呢还是可以让我们预防很多的疾病，包括预防感冒。然后预防呢呼吸道疾病等等啊，还是给人有一个心理作用的。这个口罩呢以后还是会慢慢的流行起来的。那第二个就是2024年了，我们的房价呢可能还会出现有小幅的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但是呢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一个下跌啊。大家都知道，房地产行业呢是我国的一个支柱产业啊。房地产行业一旦出现那个暴跌呀，对我国的经济，包括对我们的社会的影响呢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呢，包括我们的社会，包括我们的国家呢，也会想尽办法的去调控整个的房价，不会呢让它一直往下跌的。因为呢一跌呢，会很多家庭的一个财产，包括资产呢，都会严重的缩水，会影响到很多的人。那第三个就是连年上涨的一个退休工资呢，在明年呢可能不会再继续涨了啊！大家都知道，我现在社会呢已经彻底的步入了老龄化社会，我国的老年人口呢已经突破了2.7亿啊，并且呢这个数量呢是一直的往上涨，但是呢我国相应的新生儿的一个出生率呢却是不断的在下降，包括去年的新生儿的出生率已经低于了一个死亡率啊，新生儿的出生量呢只有800多万，有可能呢今年只有700多万，就是随着出生人口的越来越少，然后老年人呢却是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的一个养老体制呢，就是靠着年轻人的劳动、年轻人交纳的一个社保来支付呢老年人的一个退休金。而随着以后呢老年人越来越多，而出生的人口呢越来越少，年轻人越来越少呢，这个养老金的缺口，包括养老金的压力呢会越来越大。所以说呢，明年有可能呢就不会再继续上涨了。那第四个就是到了2024年啊，包括那种结婚的办的隆重的人呢会越来越少啊，甚至很多人都选择不办了。以前呢，包括家长、包括长辈们都觉得呢，办的越隆重呢，家里越有面子，包括跟自己家里长面子，给亲戚朋友长面子啊。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家长，包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很讨厌这种繁琐的一个仪式感的，又浪费钱，然后又浪费时间。所以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都不喜欢大操大办的，就是结个婚呢，基本上领个证就可以了，越简单越好，既省钱呢，又方便自己啊，还不麻烦亲朋好友。那第五点就是日本的核污水事件啊，刚开始呢，大家都非常在意，也是在网上呢义愤填膺。但是呢，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特别是到明年之后呢，可能会有很少的人再会注意这件事，再会关注这件事啊，对于韩产品的关注呢，也会越来越少。大家呢肯定还会该怎么吃海鲜就怎么吃海鲜，该怎么吃寿司就该怎么吃寿司啊。该去日本旅游的人我感觉依然是不会少了，依然是挡不住了啊。但是呢，你就像被核污水污染的海鲜，包括被核污水污染的一个海洋，就怕呢以后会对我们的身体呢带来一个不可小觑的一个影响，包括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可能是后遗症或者是什么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啊。那第六点就是在2024年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中年人会选择呢回到农村发展啊，就是从大城市里面逃离，然后回到农村来发展。农村呢会迎来新的一个增长点，就是大城市里面呢可能是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包括生活节奏呢越来越快，而相反呢整个的工作呢比较难找，然后工资水平呢比较低，然后把很多的年轻人压的基本上喘不过来气了。
所以说呢，很多年轻人呢会再次的选择返回农村里面去包个池塘或者是种地什么的去发展去生活。那第7点就是全民的免费医疗，可能是距离我们老百姓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们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呢在明年呢，在2024年再往后呢就可能得到一个很大的解决。包括今年所开展的医疗领域的一个反腐行动，就足以说明了国家的一个决心和信心啊。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呢，也是一个极大的好事，起码呢是推翻了我们身上的一座大山。相信呢，在不久的未来，我们老百姓呢，包括看病会越来的越方便，会越来的越便宜啊，报销的会越来越多，这也是我们国家发展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一大福利。好了，本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对于明年呢即将发生的7大社会现象，您都是怎么看的？2024年你都做好准备了吗？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